2个半小时左右，明白了吗？划车是坐一半爬一半，还得需要2个半。那你要是说从底儿一直爬到头，在原路返回下来，大概多长时间，自己就能算出来了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所以说方式方法给你讲了，怎么去玩，怎么采纳，自己去选择，别埋怨啊。别说让车上乘务员啊不给我讲这个玩的方式，到了长城我都不知道哪儿是哪儿，之后呢手机我都回不来了，最后也打车回去了啊，那就麻烦了，记住了啊。划车呢，刚才我也讲了，你手机上呢约不上票，只能现场去买，国家的东西只能现场买票。网上约不到啊，听好了，这个划车唯一的一点啊，现场买票针对现金啊，微信、支付宝不好使，那可是我没现金怎么办？听好了，买票的时候窗口有工作人员，你去跟工作人员去调换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别找黄牛，别找黑车。我先讲啊，景区黄牛黑车特别多，为什么？他会问你换钱不？你说我换，不知道不认识，你就换了。换完之后500块钱，最少300是假币，明白了吗？你扭头再找人，人没有了，啊，警察报警，警察来了都解决不了，啊，所以说3高皇帝远，大3沟里头都是这样的。所以我在车上给你讲，车下千万别问我啊，有了我讲完不听，下个时候问我，哎，张警员，刚才他要我换钱呢，我跟不跟他换呀？那我怎么告诉你？我说你换去吧，待会儿假币了，你来找我了，是不是？我说你别换了，上窗口换去吧。那待会儿你走了，你来找我来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说出来玩，给你讲这意义什么意义？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明白了吗？景区提防着点，别经济受损失啊！来玩一趟，到咱们高高兴兴了，别到时候生了一肚子气，没必要啊！景区玩好玩美，玩舒服了，比啥都强啊！来，左手边看停车场，这个停车场让您看什么意思？打车的找不到877的，您就在从上边2公里左右走下来，走到这个停车场才能坐到打的滴滴。所有的出租车、滴滴车不让往上开，都在这个停车场等着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所以说千万别走错，别走丢啊！而且咱们前山呀，你要是待会儿还选择877买什么话啊？坐滑车针对的也很方便，不容易走丢，明白了吗？880四通八达，这出口非常多啊！现在把你的公交码都打开，买票的不用管，乘车的公交码都打开，一上车怎么刷码呢？下车还要怎么刷？听明白了吗？上车刷一下，下车刷一下，扣您6块钱，国家给补助。上车刷了，你下车不刷，对不起，12块钱，跟现金买票是一样的啊。待会儿咱们877下车的位置是临时下车站，不是返程回车的位置。你们下了车跟着我走，我告诉您啊，咱们返程车的位置在哪儿啊？返程回车在哪儿坐？你们跟好我，排好队，因为八达岭哪儿都排大队啊。您买票排队，入口排队，排队爬，那都是正常的，应该是在2个半小时左右，明白了吗？划车是坐一半爬一半，还得需要2个半。那你要是说从底儿一直爬到头，在原路返回下来，大概多长时间，自己就能算出来了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所以说方式方法给你讲了，怎么去玩，怎么采纳，自己去选择，别埋怨啊！别说让车上乘务员啊不给我讲这个玩的方式，到了长城我都不知道哪儿是哪儿，之后呢手机我都回不来了，最后也打车回去了。啊，那就麻烦了，记住了啊。划车呢，刚才我也讲了，你手机上呢约不上票，只能现场去买，国家的东西只能现场买票，网上约不到啊。听好了，这个划车唯一的一点啊，现场买票针对现金啊，微信、支付宝不好使，那可是我没现金怎么办？听好了，买票的时候窗口有工作人员，你去跟工作人员去调换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别找黄牛，别找黑车。我先讲啊，景区黄牛黑车特别多，为什么？他会问你换钱不？你说我换，不知道不认识，你就换了。换完之后500块钱，最少300是假币，明白了吗？你扭头再找人，人没有了，啊，警察报警，警察来了都解决不了啊。所以说3高皇帝远，大3沟里头都是这样的。所以我在车上给你讲，车下千万别问我啊。有了我讲完不听，下个时候问我，哎，张警员，刚才他要我换钱呢，我跟不跟他换呀？那我怎么告诉你？我说你换去吧，待会儿假币了，你来找我了，是不是？我说你别换了，上窗口换去吧。那待会儿你走了，你来找我来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说出来玩，给你讲这意义什么意义？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明白了吗？景区提防着点，别经济受损失啊！来玩一趟，到咱们高高兴兴了，别到时候生了一肚子气，没必要啊！景区玩好玩美，玩舒服了，比啥都强啊！来，左手边看停车场，这个停车场让您看什么意思？打车的
你就得从上边2公里左右走下来，走到这个停车场才能坐到马的第一。所有的出租车、滴滴车不让往上开，都在这个停车场等着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所以说千万别走出别走丢啊！而且咱们前山呀，你要是待会儿还选择发机器改成的话啊，坐滑车针对的也很方便，不容易走丢，明白了吗？八达岭四通八达，这出口非常多啊！现在把你的公交码都打开，买票的不用管，乘车的公交码都打开。你上车怎么刷码呢？下车还要怎么刷？听明白了吗？上车刷一下，下车刷一下，扣您6块钱，国家给补助。上车刷了，你下车不刷，对不起，12块钱，跟现金买票是一样的啊。待会儿咱们877下车的位置是临时下车站，不是返程回车的位置。你们下了车跟着我走，我告诉您啊，咱们返程车的位置在哪儿啊？返程回车在哪坐？你们跟好我，排好队，因为八达岭哪哪都排大队啊。您买票排队，入口排队，排队查那都是正常的。咱们都接着吧，别睡了啊！咱们现在车呢已经进入咱们长城的风景区了啊。您在路上坐着，赶紧精神，拿到手，腿儿打看，那都是有数的啊。长城最窄的地方，在车厢过道这么窄，2个人要一起过的话，得相差很多。长城最宽的地方，高速公路最宽，8人8匹马并着排而行。长城最陡的角度能达到90度的以上，这一个角度来实现的。而小的怎么爬的？它可能是车怎么下的，对一下，为什么不敢去？长城平缓的地方，你的感觉就会干嘛呢？回答句型啊。长城最高的台阶可以达到78.5公分，这个台阶的高度到你膝盖左右啊，也达到1.7米多到1.8米的啊。到你膝盖左右。你要想登上这铁台阶的时候，双手双脚一起用，爬，明白了吗？知识跟爬是一个道理的。说现在都说是爬长城，很少说登长城啊。这长城不是那么好玩的，一定都悠着点。来到八达岭，别跟长城较劲。您来到八达岭，记住把你的好汉梦想圆回去，看看好汉坡当年长什么样，为什么非常著名？中外游客为什么来到北京能首选八达岭？这点就可以了啊！长城记住8达岭，一来意会就别来点没用。